嫁人要嫁良人。阿娘临终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叮嘱，我记了许多年。怎样才算良人呢？总之，是与你世子表哥相反的人。于是我从小就跟在表哥顾泽彦身后跑，用一本小册记下他每日言行。前日，顾泽彦在柳小姐面前直言我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。昨日顾泽彦说带我去踏青，转头却丢下我，独自跑去喝花酒，全然不顾我的等候。今日，他更是当着一众学子的面戏弄我，笑着看我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全然没有半点分寸与体面。顾泽彦举止轻浮，欺负女子，非君子所为。我盯着他修竹般的背影，心口轰砰直跳。阿娘说的良人，我终于找到了。我要嫁给谢端之。你说谁？谢端之。我是让你挑夫婿，可没让你挑个门第这么高的。谢端之可是太傅之孙，太子表弟。你再看看你，要家世没家世，也就脸蛋儿还算能看。我知道姨母看不上我阿娘，也看不上我。同为扬州富商之女，姨母嫁入侯府成了主母，风光无限。可我阿娘却只嫁给了英年早逝的穷秀才。你看看你，我爹爹早逝，阿娘缠绵病榻多年，在我7岁那年也撒手人寰。无依无靠的我，只能独自远赴上京，投靠身为侯府主母的姨母。姨母素来不喜欢我，更不愿我攀上她的儿子顾泽言，于是便默许我出门走动，让我自己挑选夫婿，早日嫁出侯府，免去她的烦心事。这些年我日日跟在顾泽言身后，小册子越记越厚，眼界也越发挑剔，始终没能寻到一位如意郎君。顾泽言身边的友人皆是同类，而与他不合的君子，我又无从接触。姨母，你若是不帮我，我便将你在扬州的几个相好都说出去。你这小蹄子，竟敢反过来威胁我！姨母，看在我阿娘的份上，您就帮帮我吧。你那迂腐清高的阿母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油滑的性子？我可以教你怎么对付男人，但谢端之能不能娶你，终究还要靠你自己的本事，就看你上不上道了。阿娘临终前什么都没留下，唯独留存了几段姨母的风流轶事。阿娘说，这些过往足以保我荣华半生，无人敢轻易怠慢我。我就说吧，他哪敢真跟我生气？今日还不是喜笑颜开的来找我了？我赌赢了，银子交出来吧。看来江旭宁是真的对顾兄情根深重了，我们日后就等着喝二人的喜酒吧。我日后是要娶门当户对的名门女子，江旭宁这般身世，能做我的妾室，就已经是抬举他了。就是。这般轻贱的话语，我早已听过千百遍，早已习以为常。况且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嫁给顾泽言，今日前来，也绝非是为了他。是给顾公子送的饭吗？不，我是来找谢公子的。哪位谢公子？谢端之。找我？我是来感谢昨日谢公子替我解围的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甜糕，还望公子不要嫌弃。不过是小事罢了，无需如此客气。第一招失败没关系，我还有第二招。哎呀！这结实有力的臂膀太过让人安心，我心头一阵发烫。江旭宁，你还准备躺在他怀里多久？你来做什么？啊？你不是特意来给我送甜糕的吗？不是给你的，今后我也不会再给你送任何东西了。宁姑娘，顾少爷回院后大发雷霆，摔茶具、砍花枝，闹得全院不宁。夫人特意派小的来请您前去劝解。哦，你去告诉你家大少爷，他的喜怒跟我无关。春燕，我们回自己院子玩去。江旭宁，你故意的是吧？让我在书院丢面子，我生这么大的气，你看都不来看我。顾大少爷，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，我怎么敢高攀您啊？更不敢去招惹您。
江旭宁，你好得很，有本事你永远也别来找我。放心吧，我的顾大少爷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不会去叨扰您的。哼，向来如此，永远是他肆意惹我生气，最后却要我低头服软。昨日是他在人前捉弄我，被谢端之训斥后不反思己过，反倒怨我让他丢了颜面。只是我如今一心筹划婚事，没空陪他胡闹。谢端之不接受甜糕，我便绣荷包相送。这份恩情我一定要报答，心意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你不喜欢甜糕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荷包，你应该满意了吧？不用。谢端之不接受荷包，我便绣手帕相送。这份恩情我一定要报答，心意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你不喜欢荷包，我又特意亲手做的手帕，这下总应该满意了吧？拿走。谢端之不喜欢随身之物，但他总有怜香惜玉之意吧？我明天假意在他面前摔倒，他总不能视而不见。对，就这么干。这份恩情我一定要报答，心意绝不能半途而废。姑娘，给。哟，为爱失足，你属实勇敢啊！我百般主动示好，他尽数避开。我本想假摔，却不慎狡猾，真真切切摔落在地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没那个命就别强求。谢家那样的顶级门第，你根本高攀不上，别死缠烂打，惹人厌烦。我偏不。万一他就喜欢我这般死缠烂打的性子呢？我沉淀几日，重整心态，再度前来等候，终究还是一无所获。书院学子都走光了，也没见到谢端之的身影。后面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谢公子这几天没出远院，怎么不见他人呢？谢公子这些日子，一见到你在前方等候，便会转身避开，特意从书院后门离开。这才过去几天啊，就厚着脸跟我道歉来了？我还没说要原谅你呢，除非你给我……少自作多情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哼！他果然在刻意躲我。我追上前去，本想佯装柔弱晕倒，借机让他送我返程，独处马车拉近关系。凭我的容貌，不信他丝毫不动心。万万没想到，日头过盛，我竟真的中暑晕了过去。小姐，昨日是谢端之公子将您送回府中的。好消息是他救了我，坏消息是他恪守男女有别，并未与我同坐一车。我此番晕倒，算是白白受罪了。你倒是挺有手段。过几日有场诗会，谢元之也会到场。你虽诗词书画样样不通，届时可设法让他替你作诗，免得当众丢脸。姨母，您哪来的自信？他会愿意替我作诗？你自己把握。这般绝佳的机会，我断然不会错过。耗费数日心血，终于敲定了诗作。哼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了。放心，诗会上我会帮你的。这只金钗送你，价值不菲。顾泽燕满心欢喜，大抵是想着诗会上能见到尚书嫡女柳青言。听闻二人近日便要议亲，难怪今日这般大方。我心中念着谢渊之，也忍不住唇角上扬。我一眼认出那枚专属玉扳指，瞬间两眼放光，正欲上前搭话，车帘骤然落下，马车疾驰远去。原以为是天赐良缘的好兆头，却不料诗会当日，谢端之对我视若无物，半点不肯与我拉近关系。谢端之，你今日为何处处不愿理我？江姑娘自重，我与你本就毫无干系，物归原主。你竟要将我亲柔亲受制的荷包归还，彻底与我撇清关系。既然如此，我日后再也不会纠缠于你。你又乱跑什么？屋内有些闷，出来透透气。我答应过要替你作诗，
但今日柳小姐也在，我得优先帮她。我心中淡然，从未指望过顾泽燕帮忙。回到诗会席间，我低头默默喝茶，不再四处张望，却总隐约感觉到有一道视线频频落在我身上。下面以咏春为题，先由江姑娘开始。我从容起身，正欲自行应答，一道熟悉的男声率先响起：“我替她做。”男子替女子作诗，要么是好事将近，要么是隐晦表明心意，偏偏谢端之两种都不是。莫生气，我错了。他这是在向我道歉。放心下，多谢了，谢公子。不明白他又抽的哪门子风，大概是自知比不过谢端之，又怨我让他丢人了吧。可轮到柳小姐时，人家也不需要他替啊。谢公子这是不做君子，改做登徒子了。方才是我失言，江小姐，对不住。你既然想跟我划清界限，又为何要替我作诗？你那首藏图诗不大合适。原来如此，是怕与我牵扯不清。毕竟我的藏桃诗是我心悦谢元之。你多虑了，我原本也没打算用那首藏桃诗，那是专门写给你一个人看的。诗会我自然准备了另外一首。抱歉，是我多此一举了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也不会缠着你了。我向来说到做到，天下又不是只有你谢端之一个好男儿了，我不是非你不可。不行，你生的哪门子气？气我自己。这是白玉缠枝竹节玉佩，我随身佩戴多年，从此送给江姑娘当做赔礼。你不必如此，我之前送你东西是出于自愿，你并不欠我什么，请务必收下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江旭宁，你下来！顾泽言，你做什么？今日谢端之为何要替你作诗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门房说你日日出门，不是找我，那是去找谁了？谢端之从不离身的玉佩为何会在你身上？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我的事与你何干？既然你不肯跟我说，那就去跟我娘说吧。你一个女子日日私见外男，看他会怎么罚你。哦，去见姨母啊，那没事了。顾泽言像一拳打到棉花上，憋闷至极。娘，这次必须得罚他跪祠堂，不能任他败坏我们家门风。儿啊，旭宁也到出阁的年纪了，他与谢端之两情相悦是好事啊。两情相悦？她一个双亲皆亡的孤女，谢端之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我是为你好，那样的清流人家怎么可能会娶你呢？你别被骗了。那你觉得我应该嫁给谁呢？嫁给我，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了。嫁给你做妾吗？大可不必。你以为谢端之与我有什么不同？那样的清流人家，难道还能娶你做正妻？简直白日做梦！他人品贵重，我宁愿嫁给他做妾，也不嫁给你。定是有人日日盘玩这玉佩，谢端之将它送给我，是也对我有意吗？可是他真的会娶我吗？对顾泽燕说的是气话，我不可能做妾的。就连姨母的都没想过把我嫁给权贵做妾，但就算如愿嫁给谢端之，我能忍受他纳妾吗？武安侯为娶姨母近乎决裂家族，如今却有两房妾室数名庶出子女。阿娘说让我嫁良人，可她没告诉我良人会不会纳妾。我在屋里闷了半月未曾出门，姨母还打趣我攀上高枝就不装了。绥绥春台是上京最大的春楼，顾泽言突然传信，不知是戏弄还是实情。江旭宁，你以为谢端之就是什么正人君子吗？他与我没什么不同，还不是一样来喝花酒。谢端之就在2楼雅间，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去，你敢不敢？去就去，有什么不敢的？
原来顾泽衍这次不是戏弄，是真的。往好处想，我不用再烦恼了。谢端之已经给了我答案。活该，谁让你去那种地方的？是你儿子让的，姨母。是谢公子将你救上来的。他说若你愿嫁，他自当3媒6礼登门提亲；若不愿嫁，当日场面混乱，无人注意，也不会损伤你名节。死丫头，命还挺好。你莫非不愿嫁？我决定了，不嫁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又不嫁了？因为我发现，他与表哥一样，也会喝花酒。傻孩子，天下大多数男子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便找那少数，若是找不到，我就终生不嫁。你这性子，倒是跟我那傻姐姐一模一样。其实你阿娘早已与你外父家决裂了，因为她情投意合的竹马来提亲，求的却是我，我不愿。竹马退而求其次，选了你娘。我性子烈，父母逼不得我，只好转向你阿娘。爹娘逼他高攀，他不愿也不行。最终他留断亲疏，连夜逃走，远赴太仓结识你爹，生下了你。你外祖父寄了一封信，却一直没收到回信，关系也就这样冷了下去。当断则断，是阿娘教给我的。所遇非良人，也该如此。姨母，我要回太堂。上京找不到良人，我就去太堂找。一生很长，总能找到。走吧走吧，我以后总算清静了。姨母，若是没钱了，我会给你写信的。赶紧滚！决定回太堂后，我便写信谢过他的救命之恩，一并归还玉佩。我拒绝了婚事，他未曾回信，大抵是怨我的。可及时止损，总好过日后成为怨侣。谢公子，你为何会在此？替表哥去江南办件事。哦。醉春台那日，我不是去喝花酒的，是帮表哥引出刺客，没想到会牵连你，抱歉，我没让那女子碰我。还是要走吗？哦，抱歉，船都开了，便掉不了头。顾泽衍说话难听，却有道理。谢端之门第太高，荣华背后身不由己。武安侯的承诺尚且作废，我不愿退让，也知他未必会为我对抗家族，从来都是我单方面纠缠。那我们现在是朋友吧？当然。你也在太堂下船？好巧。是挺巧的，这儿有我儿时的院子，还要回去打扫，就先告辞了。有缘自会再相见。怎么又是你？好巧，一起吃吗？吃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任务需要，2个月前就租下了这个院子。你不是要打扫院子吗？一会儿我安排2个侍女去帮忙。谢谢，我好多年没回来，这里应该你更熟悉。好事将近，缘分就在眼前。多谢主持。您是？姑娘可是江夫子的女儿？是的，不过家父过世多年了。我儿子还上过你爹的私塾，今天在庙里看到姑娘求姻缘，我保准给你续一门好亲事。那进来喝茶。婆婆经常给别人说亲。嗨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不管你想找什么样的，在太仓我都能给你找到，有要求尽管提。我呀，还真有些要求，我一条条读给你听。第1条，待人有礼，不贬低他人；第2条，说到做到，不失约；第3条，不捉弄人，错了要道歉；
第4条，不近亲邻，不喝花酒。第55，不乱发脾气，不打砸东西。第932条，只娶一人，终生不纳妾。婶子，姑娘，不是我说，世上哪有这样的男子啊？我说的每一条弊病都是在同一人身上出现的，凭什么没有与之相反的人？既然姑娘有客人来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改天再来拜访。你怎么来了？那日我在门口听到你和娘说的话了，你不愿嫁谢端之，是因他去醉春房，那我再也不去了。你愿不愿意嫁我？姨母让你过来的。我找娘帮忙，她让我暂且别找你。我一直苦苦等待，可最后却等来你离开上京的消息。原来娘骗了我。我不愿嫁你。你方才也听见了，我读的那932条规矩，熟悉吗？全是你曾经做过的事。你就算不喝花酒，还有931条弊病，改得过来吗？只要你给我个机会，我都会改的。给你机会，还不如给谢端之机会，起码人家绝大多数都能做到。可他最后一条做不到，我能做到。我不娶柳小姐了，我只娶你一人，永不纳妾。你为何在这儿？不在这儿，怎么知道你在背后编排我呢？哼，我说的有错吗？你是家中独子，你难道能娶一个孤女？难道能做到终生不纳妾？能啊。其一，谢家世代清流，皆为纯臣，深知盛极必衰，已经出了位皇后，便不再合适与世家大族结亲了。其二，我爹娘恩爱半生，后宅无一姬妾，耳濡目染下，我自当效仿。其三，若我来年春为金榜题名，我便可决定聘礼的分量。其四，我愿签下和离书，若有一日违背诺言，他可随时离开。不止最后一条，总共932条，我都能做到。从上所言，我与江小姐是天赐良缘，天生一对，有理有据，令人无法反驳。沉寂许久的心口又开始砰砰狂跳，眼中的他在发光，浑身上下写满了良人2字。阿娘，这回是真找到了。你呢？何时回去？再过几日。恐怕南下办事是假，来追我才是真。有些想吃点心。我去。酒娘饼、草头饼、海棠糕都是我爱吃的，点心还是烫的，连带着我的心头也被烫了一下。昨天爬树翻墙这么熟练，这会儿倒是知道害羞不见人了。明日陪我去茶肆听一曲丝竹，如何？嘿，乐意之至。丝竹悦耳动人，可我却没听进去，只顾着偷看谢端之了，觉得他今日格外俊俏。不知是船晃还是心晃，脑袋也有些晕乎。过来一同赏月吧。好，稍后就到。江小小姐，唤我阿宁，我阿爹阿娘都这么叫我。阿宁，真乖。眼前模糊，只纳闷好端端的人怎么成了一只煮熟的虾子，想凑近仔细瞧瞧。阿宁，你轻薄了我，何该对我负责，明白吗？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明白，愿意。爹娘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，女儿已经找到了良人。此生绝不负江旭宁。像是阿爹阿娘的祝福。江小姐，莫非这位公子就是能做到那932条之人？是。
我就说看着眼熟，那日在双凤寺，这位公子也在呢。又这么巧？不巧，我是跟着你去的。原来住持没有诓我，缘分还真是近在眼前。明日我就回上京，科考之后，我回来接你。好。等我回来。那我想你了怎么办？我会给妮妮写信，等我考上了，我马上来迎娶你。可他不知道我也上了船，这次轮到我下他了。阿宁，你怎么？怎么？你若是考不上，就不娶我啦？娶，当然娶。3月后电视放榜，谢端之高中状元。晚辈见过侯夫人，我心悦江姑娘多日，今日特送上聘礼，向侯府提亲。世子不必多礼，你二人两情相悦，何况你新晋状元，属实是我们高攀了。真是便宜了那小子。姨母将聘礼都充作我的嫁妆了，嘴上不满，却又再给我添了一些。去，谁哭了？我巴不得你快走呢。您不是最烦我了吗？怎么还哭了？上了花轿后，我看到了静立在喧闹人群后的他，他瘦了很多，人也沉稳了。他和柳小姐的婚事终究是没成，我也觉得那样有才华的女子应该配更好的人。花轿走过，我收回目光，有些许唏嘘。或许该回忆些什么，可惜回忆里他对我一直都很差。大喜的日子就不说晦气的人了。盖头挑起，对上一双盈满笑意的双眼。谢端之身着继喜服，姿容更盛。我也笑，两人都觉得自己赚了。夫君。夫人。别吓自己，嫁我。白日里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谁能想到夜晚这么禽兽啊？辛苦了，宁宁。夫人，我爱你。今晚太困了，等我明早醒来再回应你吧。或许从江旭宁第一次来书院找我，我就注定要娶她了。她太美，跌倒在我怀里那一刻，动的是欲念。后来我躲着不见她，可没见过这么持之以后、花样百出的姑娘。这次动的是好奇心。再后来，我撞见顾泽言塞给她金钗，而她笑着接过，满面欢喜。我陡然想起那些人的话，江小姐对顾泽言一片痴心，非她不嫁。那我又算什么？用来激顾泽言的棋子吗？我怒气丛生，不愿再自甘下贱，可看到她委屈泛红的眼，心口疼闷不已。我将碎纸拼好，看到了那首藏头诗，脉搏不正常的跳动，整个人像泡进加了砒霜的蜜里，明知有毒，却还是忍不住舔舐。很没出息的，我动了真心。那次将他抱上岸，我产生了卑劣的念头，干脆借机将他娶回家吧。他怨我也好，怪我也罢，这是他自找的。可理智占了上风，我不愿再看到他泛红的眼了。江旭宁不愿嫁我，我苦笑一声，果然如此。消沉几日，太子告诉我江旭宁要离开上京了，让我去追。早已为我备好由头。我匆匆赶往渡口，幸好最后一刻赶上了。我没问他为何离开，也不问为何不愿嫁我。江旭宁有自己的节奏，只要远离顾泽业，我就有机会。我静静在树上听着他对夫婿的要求，越听越高兴。每一条都是我的日常罢了，这算什么要求？可顾泽燕追来了，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。等等，先别伤心，好像有反转。我心口砰砰狂跳，像被天降馅饼砸中，整个人都要飘了。只听见他说：“给你机会，还不如给谢端之机会呢。”哈哈，谢端之来了。
虽然完胜顾姐贤，但江旭宁还是没说愿不愿意嫁我。我每日都在屋里急得团团转，突然想起太子表哥教我的法子，必要时候可以色诱之。往日轻浮浪荡非君子所为，今日试试吧，万一呢？于是我震惊了，他竟然真吃这一套，悔之晚也。早知道就早点出卖瑟瑟了。我终于得到了回答，虽然是在他醉酒时引诱，非君子做派，但做君子的代价是找不到媳妇儿的话，那我谢端之将是世上倒数第一君子之人。